这个不能喝，这个不能见线喝，一喝就炸。就是大火球都喷出来了啊，把我吓了一跳，直接嘣一声，那火球直径得，我觉得得有个70-80公分。急急忙忙来到高级饭店，不是吃饭，是修电。进入厨房，漆黑一片。哦，配电箱在哪里？它配电箱哦，大的。他昨天吧是这个爆了，刚开始来的时候黑了都。对，刚开始来的时候吧，我一看这个都炸断了，炸断之后我以为是这个炸了，我给它放上了，放上之后我以为这个没事，这个线然后在上边你测一会儿，然后我一喝又爆了，这个我还没喝，这个是炸断了，我就给它炸黑了都。这个是怎么黑的？是？这个这是2次喝，然后炸了又黑了。哦，下边打火直接把它上边打火，然后把它喷的。对，上面打火把它喷炸了。对啊，喷的成这样了。对，然后这个，我操，这个炸这么厉害！我感觉这个炸够呛了。这个炸的好厉害啊！这个，线拆了，一合就炸。它为啥一合就炸呀？这个是接的啥呀？这是包起来的。这下边，它基本上都是走的这种线，我看了。对，这种水线。它是走了地下。然后那边有明的，那头有明的。像这种一送电就炸，基本上就是短路很严重了，就是线与线碰在了一起。但是用望远表测还不短路，3根线之间还不短路。把档位调高以后再测线与线之间，它是有反应的，有电阻。有电阻并不一定说就有问题，因为那头不知道连着什么电器有回路。所以就这样你就不敢送电，一送电就爆。所以说线的那一头是有问题的，得看一下这根线怎么走的，接的什么电器，线太多了。他们说这一路电线有可能是接这些灶台的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怀疑是电线在线槽里出现了问题，还是说是后面的电器出现了问题呢？也就是这些电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？这些电线从线槽出来接到这些电磁锅上，线没发现有破损的地方，没发现问题，那就先打开这些线槽，看看这些水线有没有出现问题。有问题，线破皮了，再往前看。哎呀，这线都爆了，这个咬的都没了。这个没有电，说明就是它。不是，这你看都这全换线吧？它不是一个事，全换吧？它很多。那线，这些都短路了。哎呀，应该就是这根事那么好。那里边还有老鼠，这线全换。那个，我先跟他老板沟通一下。不光外边的线被咬了，锅里边的那些线也被咬了。奇怪的是，只有一根线受损严重，其他的线咬得很轻。难道老鼠也懂电？它知道这根线不带电？再往里，这边严重，这个线被咬断了都。他们说有个锅不好使，可能就是这一根。最后就是这么处理的。老板说先不换线，待他日不忙时，或许大概再请我来干。如果换线，怎么才能让老鼠不咬线呢？那得套铁管，就是一个锅单独走一路线，这样或许更好一些。那现在只能用胶带缠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样这边的电路就恢复了，还得看配电箱。哇，击穿了啊！导轨都几那啊，导轨都打糊了。都打着个大豁子。换上新的漏保，接上电线，关键是合闸送电谁干？火球很大，直径70-80公分。我以前出现过，就炸到我的眼都看不见了那个，哇塞，手都打黑了。所以说还是得远点给它送电。离远点好。好了，那不是锅亮了？亮了。
哦，那个没问题，其他都没问题。等，我出去，稍微等，我得出去以后你再喝。也没事。我在这了，大不了我一句。喝。好了吗？这个好了。啊。哎我操，下。好吧。好了。好。还有哪一个？这要说出去叫人笑话呀，大哥，这个棍子喝啥呀？那你怎么不喝啊？这个烤箱啊，你怎么不喝？过过了都有心理阴影。还好，所有的电都正常了，惊心动魄的一次维修啊！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就一送电，这里边打火了，响了，这里边响了。接电是不是这里面打火了吗？对，是他们给我们装修的电桩啊，也新安一盒子。他接电的时候吧，我们一接完电，我们一开机这边打火了，这边打火了。然后呢，一看不好，是不是接反了？然后又重新接一下，然后这边又打火了，上面也打火跳了。一送电一开机，这里面响了，那就打开它的配电箱看一下。这是它的控制柜，打开配电柜看一下有没有打火或者短路烧糊的地方。输入3相电加0线，3相4线。如果零火接反了，220的电会变成380，会烧哪一块电器？会烧这块电源。P27是电源出来的24伏，也就是说有可能烧电源块。还有什么？看一下。还有这个步进驱动器也是输入220伏的，只是怀疑有可能。我现在也不敢给它送上电试一下，我怕再响了。现在只是怀疑这个东西坏了或者那个东西烧坏了，但没有根据。那就开始找证据。他们工人说一开机听到的响声是在这个地方发出来的，那就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在响。看一下里边，一个平24伏的，这就是按钮开关，启动停止按钮，也没有烧糊的地方，没有打火短路的地方，所以说他们听到的声音不是这里边发出来的，还是下边控制电路有问题，所以我得测一下，测量之前先看一下，那就先找一下220的。这个线圈是220的吗？220伏的线圈，步进驱动器用220的电，所以我还是怀疑它220窜入了380，这个电源220变成24伏，是不是烧了呢？先用万用表测一下焦虑接触器的线圈，看烧没烧。测线圈电阻正常，线圈没烧。刚才操作师傅说第一次是松开这个急停开关，下面就爆了。那急停开关接的什么线呢？控制的什么？控制的0线，线号007。那007又是控制的什么电路呢？找一下线号007，在这儿，它接到了中间继电器的线圈通电，继电器吸合就接通这个火线电路。看一下这个继电器，线圈是220伏的，测一下线圈烧没烧。层1档测不出来，得用大档位，把档位升高。测线圈电阻没问题，线圈是好的。看一下这个小继电器坏没坏，触点都糊了，很明显里边的触点都糊了。我拆开看一下，很明显这个触点都粘在一起了，它应该弹开的，都粘在一起了。这一看就是电流瞬间过大，把它触点给粘在一起了，撬都撬不开，掰不开，掰不动。这是发生了短路吗？这个继电器完了，看它的控制电路，就是控制电路有问题，
才导致它的触点粘合。它控制的是火线 L11，触点接通这些电路。看一下这个 L11去哪了？这个电源块的火线是 L11，还有步进驱动器的输入电源 L11，这两个会不会烧了呢？用万用表测一下它的输入电源电阻，测的不短路，测电源块输入段也是电阻的这个表针没动，表针没动就是测的不短路，不短路我也不敢送电。我把这个驱动给它拆掉一根线，我得确定一下这个驱动烧没烧。现在测量应该是有电阻的，但是它没有，表针没动，没动就不正常。把档位打到最大，尝试开档，测量灵活输入端，没有反应。这个表针应该有摆动的，但是它没有。测量电源块的输入端，灵活之间也应该有摆动，但是表针都没动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正常。我初步判断是这两个东西烧了，一个电源块，一个驱动器，所以给老板说我拆下来拿回去检修一下。如果这个驱动内部烧得严重，老板说就不修了，直接从厂家发新的，这种东西不贵啊。还有这个电源块也得拆掉，坏了就换新的，那就拿回去看一下是哪里坏了，有没有修的价值。哎，老薛 ，Hello， 哎呀，又来不少活啊！真是说对了，老鼠进来都得开导航，哈哈 ，ABB 的，那个给我看一下这个，接错线了，把里边我估计烧了，给我修修吧。哦，我给你看看啊。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的。不进。哎呦，保险都炸没了你看。这就是窜入了380。对，这个压敏电阻也炸了，这3个炸了一个。哪个是那个保险丝？这个。炸没了。炸没了。炸2次。上了2次电。是吧？反正就是明显的就是损坏了2个件儿。然后这个得拆解一下。这个地方也有损坏。这个冲击的地方还是蛮多的。380冲击挺厉害的哈。对，从这个只是他俩没受到影响而已。这个压敏电阻、保险包括电源芯片都烧坏了。那就算了吧。客户说炸成这样他就不想修了。对，他怕以后有隐患。他说买个新的才400来块钱。不修算了吧，不修就不捣鼓了。你给说一下这些是干啥用的？这波码是啥意思？先看一下中规中矩，然后 UVW 步进电机接线 ，LN 电源进线，对吧 ？PU 这是脉冲输入，DR 方向控制，那边是插上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继电器输出的报警输出。然后它这个没接电机运行，它没接的话就是没用到。然后这几个波码的话，就是用来细分这个布锯角和这个调电轴用的。这边就是说平时就不要乱动呗，这个。对，这个不能动，动了就走的这个布锯就不一样了。这边有写的这个电轴波码，这个每一个开合段对应的这个电轴不一样。电轴不一样吧？这个一般调好了就不用动，只是告诉你这个1、2、3、4调的每一个位置就代表不同的电轴。你把电轴调太大了，电机太小了，容易烧电机的。然后这边就是调这个布锯角的，比如说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，比如说一圈走个，比如说走1毫米、2毫米这种的，就是度走1度、2度的这种。通过它来控制，都是通过波码吗？对，都是通过波码。
它是贴上了。对，这就是不要让你们动的意思。行，他买个新的，到时候我给他装上去。好，买新的那个有没有调拨码？新的应该从厂家买的话，应该他给你调好。调好了，他们从厂家发。自己买的话，调成一样的。另外这个电源你看一下烧的，里面也是保险丝爆了，这类这个热敏电阻也爆了，后边还有这个管也炸了。他这个直接买个新的电源一块从厂家发过来。好了，那就等驱动来了再说。这样这个烧坏驱动的原因就是电源灵活接反了，导致控制箱内220的电源窜入了380，一启动就直接爆了。好了，下个视频接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。